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谈谈马良这支普通池的武将有没有必要拉满。他和刘备之间谁又会比较强？马良的怒攻和刘备一样是攻击全体，并且会对随机1至4个目标施加可以持续2回合的止遏。止遏会使目标无法怒攻，且攻击造成伤害时，怒气降低200点。马良的止遏和刘备的冰封同样会使目标无法释放怒气，但止遏的降怒只能降低目标获取怒气的速度，并不能像冰封一样完全冻结目标的怒气。止遏每次行动只能降低200点怒气，而且有被抵抗的风险，但对方武将一次行动却可以获得400点怒气，所以止遏还是不如冰封实用。在触发概率上，虽然刘备在有了专武后，冰封的概率会获得大幅度的提升，但触发的概率仍会比止遏低。不过马良他有着更大的问题，就是他的止遏目标有时是4个，有时也可能只有1个，这比冰封更加看脸。即使马良的止遏可以100%的命中了1个，也不会比冰封打6个只命中2个更有效率。所以马良的止遏不管是技能效果还是触发效率，在实战中都是不如刘备的冰封的。马良只有在有了专武后，止遏的目标才会变成随机3至4个，效果才会变得比较稳定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马良的被动技能不骄不馁。每当有敌方普攻或怒攻造成暴击时，马良有 40% 几率使我方全体最终减伤提升 10%， 每回合最多触发4次，效果可持续至回合结束。这是类似于伏牛的受到暴击后才会启动的技能，但马良只要有一个武将被暴击，就有概率给我方全体施加最终减伤。技能是不错的，可惜的是只到回合结束就没了，生效的时间太短，触发的概率也很低。另一个缺点是技能只对普攻和怒攻生效，追击类型的攻击，比如马超的连环突击是不会触发的。每触发4次不骄不馁后，马良会对随机一个敌方单位施加止遏，并让所有携带止遏的目标受到的最终伤害提升 15%。刘备也有类似的增加伤害的功能，刘备在半血后，冰封会进化为双火，双火会使敌方防御力下降 60%。若以效果来比较，两者其实相差不远。但在效率上马良却依旧不如刘备，因为场上有止遏的目标通常不会比有双火的多。5星被动春风化雨可以在每个单数回合开始时，为我方全体队友施加1层卫冕，怒气回复速度会增加 10%， 持续1回合。每个双数回合开始，为生命最低的3个友方施加1层存券，异常抗性会提升 15%。持续2回合，每回合结束时回复马良 30% 攻击力的生命。这是个类似法正的单双回合技能，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两人的单双回合效果无法很好的结合，所以无法放在一起使用。马良对攻击型武将会有特别支援，春风化雨若是施加在攻击型武将身上，效果会变成2层。马良的5星被动还是得等专武上线后才会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。有了专武后，卫冕和存券的初始效果都会翻倍，就等于是一开始就直接叠加了2层。卫冕还提供了怒攻时一出怒气提升伤害翻倍的功能。这个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，其实每个武将在释放怒攻时，怒气值超过1000点的部分是可以增加本次怒攻的最终伤害的。有了专武后，马良在释放卫冕时也会立即回复自身怒气300点，加速马良先手控制的能力。马良的存券也会变成在目标获得效果后，就会立即回复马良攻击力 30% 的生命值。这两个单层效果翻倍后，攻击型武将可获得2层，就等于是效果翻了4倍，非常有感。3火被动给了止遏被抵抗后的额外效果，抵抗者攻击力的 10% 会被转移至我方攻击力最高武将身上，效果会持续2回合，最高可叠加4层。这应该是马良身上最有用的能力了，也正是这个能力让马良有了打奇策的功能。
刘备也有着类似技能失效后的能力，刘备会使没有进入冰封状态的敌方怒气回复速度下降30%。不得不说，这两位武将的技能机制还真的有点像。马良专武的神乎其技效果，给了马良按站位获得不同能力的功能。若马良站的是单数位置，自身施加的异常状态必定会被抵抗，进而100%触发攻击力转移的效果。而且携带卫冕的武将下一次攻击必定会暴击，每回合最多触发一次。若马良站的是双数位置，自身的异常命中会提升30%。携带存卷的武将，下次受到伤害的伤害结果会降低70%，每回合最多触发一次。伤害降低的效果数值非常高，不过可惜只能生效一次，很容易就会被一个伤害不高的全体输出给清掉了。单数站位是一般打骑策的站位，双数则比较常是 PVP 的站位，偶尔在骑策上也会使用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马良的用途。是的，马良偶尔也是可以用来打骑策的，在山河上也偶尔会有奇效。马良在魂疗登场后，在骑策的出场率也有明显提升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马良支援的正是魂疗所属的攻击型武将。当然，马良还是会需要专武的，没有专武的马良在骑策上就好像没有专武的刘备一样，能用但非常看脸，效果也很有限。那么马良在 PVP 上是否能上场？其实马良也属于年代久远的武将，和董白是一个时期的，更何况现在又还没有专武。相信即使未来出了专武，也不会是一线队伍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来大概的介绍一下马良的组队思路，有兴趣的玩家以后可以尝试看看。首先我们来看看马良的羁绊，激活条件是上阵3名蜀国武将，马良的异常命中会提升30%，每当有我方攻击型武将使用怒攻时，马良回复50点怒气。马良的羁绊不是一定要激活，但若成功激活，对于提升他的控制效率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实际上马良的组队也和他的羁绊要求蜀国是大有关联的，所以这个羁绊并不难激活。在陆服马良是绑董白的，这才更让人头疼。马良可以和刘备组双控，两人同样是全体攻击，同样能使人放不出怒攻，在控制范围和效率上可以达到互补，同时也可以避免无法怒攻效果会一次被驱散掉。刘备的冰封能让敌方无法获取怒气，再加上马良止恶的降低200点怒气，这才真正能让敌人息怒。马良可以直接加入三傻队，别忘了马良的技能是可以对攻击型武将有更高的支援效果的，而三傻队的主力关羽正是攻击型武将，你甚至可以考虑加入专武关银屏组妇女队。另外，和刘备一起加入魂槽的脏水队也是可以尝试的方案。你甚至可以考虑把他们放在后排，然后测试看看魂槽的郭嘉羁绊是否能有就业机会。马良最大的敌人是时间，刘备已经是个半退休的武将，而马良的专武还不知何年何月才会上线，所以还是把马良当成是一个只用来打骑策的武将就好。抽取建议，趁现在主线副本扩展有很多招募卷拿，慢慢的在普池里抽就好，每日拜访也可以拿到一些，反正不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